有俄罗斯军事专家对解放军在可能的解放台湾行动时将会采取的一些空降兵战术做了分析，一起来看看详细情况如何。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大陆近几年的军事实力增长，让台独分裂势力感到紧张，尤其是大陆海军舰队的壮大，让台军认为，如果两岸之间发生大规模冲突，那么台湾岛以东地区将变得不再安全，因为在台湾东部海域的大陆航母可以在战时派遣舰载机进行打击。不过美媒认为，虽然解放军这些先进军舰近几年来大规模在解放军部队中服役，但是这些军舰未必是给台湾准备的，而是给可能干预台海局势的美日联军准备的。台媒过分放大大陆军舰的威慑能力，纯属就是自己吓自己。解放军海军对于台当局来说，就是转移注意力的庞然大物。因为解放军如果要开始解放台湾的作战行动，根本不需要大型的战舰，比如航空母舰，因为台湾海峡实在是太窄了，距离大陆最近180千米，最远也不过是将近400千米。大陆如果开始作战行动，肯定是在最适宜登陆的台湾岛北部地区进行登陆，这地方距离福建恰好是160多千米，解放军空军、陆军出马就已经是绰绰有余，根本轮不到海军在这里大材小用。对于台当局来说，面对第一波次的打击，台湾地区的重要战术、战略目标将在解放军上万发火箭弹、上千发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的精准打击下毁于一旦。而且无人机将会对台军的剩余高价值目标进行补刀打击。有俄罗斯军事专家对此指出，解放军第一波次的夺岛部队不单单包括海军陆战队，解放军的空降兵部队和空突旅才是台军第一波次真正要面对的强力对手。解放军的直升机部队和运输机部队总数超过1500多架，这些直升机和运输机将来会是运输解放军的夺岛的中坚力量。而在2011年，解放军仅有340多架直升机，经过10年快速发展后，这一数字基本上翻了3倍。现如今，解放军的突击部队有440多架米171、米17、直8以及直20通用直升机，另有专门负责对地攻击的500多架直10、直19武装直升机。至于解放军空军的大型运输机，更是超过100多架。虽然直升机总数只有美军的33%，但是根据数据分析，在24小时内往返320千米路程运输足够的兵力，还是完全能够做到的。俄专家分析，在解放军第一波次的对台攻击行动中，可以部署5万名伞兵和精锐空突旅部队。一天24小时内，解放军单凭空中力量就能部署超过10万的作战部队，这还不算解放军通过海上登陆的部队数量。要知道，台湾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全军加起来也不过是11万人出头，而且还在台湾岛内从北向南分散分布，无法集中优势兵力。另有俄媒分析认为，目前解放军拥有3个新型的空突旅，总兵力将近2.4万人。这些部队最快可以在开战的40分钟以内，全部投送台湾地区的重要战略目标。其后的空军运输机和通用直升机部队可以将解放军2万多空降兵空降至台湾地区岛内，之后还可以陆续投送更多增援部队。不过，运输如此规模庞大的空降部队，这在世界战争史上自从市场花园行动之后再未有过。行动的协调和整合不是一般的复杂。在空军和远程支援火力打掉大部分台湾防御部队后，解放军空军将确保制空权，并对地面剩余高价值抵抗目标进行定点清除，为后续直升机和运输机运输部队铺平道路。剩下的就是航线的规划问题了，毕竟数百架飞机飞越台海，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危险事故，因此每支运输部队都得有自己的专属空中航线。考虑到其他因素影响，可能还会有备用的航线。另一个现实情况是，这些轻装部队面对对岸的机械化部队，存在缺少重武器的劣势。因此，为了加强这些部队的火力和机动性，解放军还研制了更重型的直8宽体大改运输直升机，可以搭载轻型越野车、反坦克导弹、120迫击炮等重型武器。
加上专门研制的空降战车，解放军空降兵和陆军空突旅在执行任务时，可以得到这些重型装备和空中火力的密切支援。得到了重装备支援的解放军空降兵，可轻松反制台军重装部队的反扑，同时也证明了不断升级的解放军空突旅、空降兵等一系列精锐力量，在未来的对台任务中将承担十分重要的作战任务。